去年年底，我邀请了一位老挝的朋友到中国内地来旅行。在大概1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从南方的广州跑到了西部的新疆，最后再绕回到中国的首都北京。我也借着这个机会，以游客的角度观察了一下，来中国旅游是不是方便，又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。整理出来之后，我却发现，其实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是需要在出发之前就先确认一下的，那就是自己是否适合到中国内地来旅游。那当然，适合来的人就有很多了，但是不适合来的呢，我就整理出来了以下的8类，大家不妨对照一下。第一类是背包客，外国的游客到内地来是只能入住具有接待外宾之制的酒店的，所以背包客想要的那些既便宜又方便的住宿是并不存在的，还有那些廉价的公共洗衣房就更加是没有了。所以背包客们很抱歉啦，你不适合到内地来旅行。第二类是科技小白，中国的生活已经是高度的电子化的了，从支付、交通、购物到景区购票，几乎一切都是靠手机来操作的。如果您不会用电子支付、扫码点餐、景区预约等等，真的是会寸步难行的。而且很多时候使用电子支付还会有优惠的，比如购买电子优惠券啊，使用某些支付方式就会有另外的折扣啊。如果不懂这些，花的钱可能就会更多。还有刷脸进门、自助投递、机器人服务，如果你不了解，很容易会感到不适应，甚至误会这些科技手段的用意。第三类是带有老人或者小孩的游客。在中国，很多景区都有老弱病残的专用通道，但是在执行上就并不严格。景区里面人多路远，可能是得走上好几公里的。如果带着老人和小孩，真的会是挺累人的。所以建议这些游客选择一些比较轻松的项目，慎重的考虑要不要进热门的景区。第四类是完全不做准备的人，这个怎么有点像在说我自己呢？回到正题上吧。中国旅行是需要做充分准备的，不仅要搞清楚签证、路线、预约的制度，还得做好网络的准备。比如说，热门的景点是需要提前实名预约的，有流量的限制，而且你也不能指望说想到哪就去哪。这种说走就走的自由行的方式，在中国是很难实现的。再说网络吧，中国是没有办法直接使用 Google、YouTube、Instagram 这些服务的，建议要提前准备好相应的替代工具。在出发之前，最好能够做一份详细的行程规划，像是哪天住哪、去哪里玩、怎么去，最好都列清楚。第五类是爱享受的旅客。中国地大物博，从冰川到沙漠，从草原到都市，各种美景都应有尽有。但是几乎所有的热门景点都是需要提前预约，有些热门的景点甚至要提前几天才能约得到。到了现场还得排队，排多久那就得看你运气了。再碰上节假日的高峰，不管是吃饭、坐地铁，甚至进入景区，排队几乎是常态。虽然说很多的国家也都会有类似的情况，但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，排队的程度就可能是别的国家的2-3倍。游客多了，体验感自然也会受到影响。另外，一些服务行业可能也不会像欧美、日本那样强调顾客至上。像我们这一次叫了不少网约车，只有极少数的司机是愿意主动帮忙的。有的司机还为了自己的方便，直接把车停在了大马路的边上，而不是开到酒店的大堂来。我们要拖的行李还要跨过栏杆才能够上车。还有的就是一些拼团的半日游、3日游的行程还是不够成熟，很多是团友现场讨论路线。对那些不熟悉景点的外国人来说，就真的不是很友好了。结果就是外国的游客几乎只能够选择价格更高的私团。这些情况往往都容易让游客产生心理落差。
第6类不适合到中国来旅行的人是非常看重隐私的人。中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，监控的系统覆盖的非常的密集，你每天的行程基本上都是有迹可循的。比如在新疆，如果你昨天住的酒店没有把你从系统中移除，今天可能就住不了新的酒店了。再比如坐高铁、进地铁站都是要过安检的，行李有可能会被当众检查，这是为了公共安全。但是如果你非常的反感被监控、实名制这些，那中国真的不适合你。接下来的第7种和第8种人呢，就不要说不适合到中国来旅行了，他们应该是除了自己的国家以外，哪里都不适合去。第7类人呢，就是不懂分寸的人。中国人普遍都很热情，喜欢聊天，尤其是和外国人。如果你愿意谈一谈你的国家、工作、家庭，大家都会很感兴趣。但是就建议你不要谈政治啊、意识形态啊、国家关系啊这些敏感的话题，尤其是什么红蓝绿黄对立立场一类的了，这会很容易让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。这就像是你去穆斯林的国家，就不应该当面讨论猪肉的话题一样，毕竟大家只是出门旅行，不是来进行价值观的辩论的，对吧？第8类就是文化自我中心者。如果你总是觉得我们国家才是对的，那么来中国旅行就可能会处处不顺心了。比如自己完全不会中文，但是又不愿意使用翻译软件，最后还要怪别人为什么不讲和自己一样的语言。那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去非洲旅行也不可能要求当地人一定要会说中文啊。而且中国的一些环境标准和你平时习惯的是不一样的，像有些市场、街头小吃，甚至个别厕所的卫生条件，就会让那些有洁癖的人觉得难以接受了。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，我有一个同事说，沙滩一点都不好玩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沙滩上面全是沙子。这就有点搞笑了，是你选择了来到沙滩，结果你却抱怨沙滩上面全是沙子，那沙滩就是由沙子组成的呀。再比如说，中国有很多的景点都是历史文化类的，例如故宫啊、兵马俑啊这些。如果你完全的不感兴趣的话，就可能会觉得无聊了。如果你都不属于上面的这8种人，那就欢迎你大方的到中国来旅游，这里安全，风景多元，历史悠久。只要你带着一颗开放和好奇的心，你的旅行应该会有所收获。